在湖南的一座高山之巅，沿着蜿蜒盘旋的泥巴路，仅发现只有3栋房屋仍然有人居住。曾经热闹的古村落已成过往，只有成群结队的野猪造访山间。这3位留守老人为何不愿离开？古村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？现在就让我们实地前往，倾听他们的心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兰，祝大家朝朝日，子孙安兰。今天我们要去湖南的大山的山顶上去参观一个古村落，但是途中我们发现，在这座山的大山之巅中，孤零零的有一栋土砖房，里面应该是有人住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鸡、狗，还可以听到山羊的铃铛声。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下面还有人种了菜。由于这里离古村落还是有一段距离，所以我们先去土砖房那里先去看看吧。嗨，大家好。我们刚刚沿着我身后的这条盘山公路啊，一直开上来，差不多有接近3公里的一条盘山公路。但是庆幸的事情，这个盘山公路啊，应该是近2、3年啊，把这个路面呢做了硬化，全部打了水泥路面。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左侧这边，全部都是当初挖这座山的泥头，一直往下面倾斜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早2年过来，这条路啊，应该都还是一条羊肠小道。但是呢，现在已经变成一条比较宽敞的水泥路了。而我们镜头前面的这栋泥土房呢，我们想一想，在5年前，可能他们出行啊，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。那么我们再试想一下，在几十年前，那么住在这个山里面的人，他们是怎么生活的那么同时呢，他们是怎么样出行的？所以我们先计划去这个房子里面先去看一看。本身我们计划是要去这个大山的山顶上去参观一个古村落，离我们的目的地大概还有3公里左右，也是一条盘山公路。再走一部分呢，就没有这个水泥路面了，完全是泥土路了。先让我们去这个房子里面简单的看一看吧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许多山上面都有非常多翠绿的竹海，很少有其他的树木。而且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位置属于一个山谷，所以在几十年前，如果人住在这个地方啊，从安全角度讲是非常独一无二的绝佳之地。那么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些老一辈的人呢，那么他们的生活就会过得比较清苦了，生活呢也会比较单调。但是目前啊，这个位置呢，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地方，因为现在通了电，通了水，而且呢，这里公路已经铺到这上面来了，所以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。待会儿我们就要沿着镜头前面的这条山路，现在看起来也是新开挖的，完全是一条泥巴路。我们一直要到山顶上去，电线也一直牵到里面去了。现在走到房子的旁边呢，我们就能听到这个狗啊在狂犬了。陌生人靠近啊，就提醒这个房子的主人有陌生人来了。好多狗，可能还养了好几条狗，有好多。我们不知道这里面住的是老人家还是年轻一辈在这里做养殖业。我们先走近看一看吧，是否能够遇到这个房子的主人。哇，这里养的有4条狗，汪汪队。那这里应该会养一些蜂蜜。5只狗。然后这个路面
全部铺了这种碎石，所以出行也是比较方便。以前这条路肯定是特别不好走。这样看来，这个房子的主人不在家，应该去其他地方了。哇，他这个房子建在这个上面，周围都没有人家，但是这些电线呢，看上去都是新拉的。旁边这个电线杆呢，就是一个以前老旧的电线杆。最前方呢是新的电线杆，应该是这个路面硬化以后啊，重新做了一些规划，对这个山里面的人呢还是比较友好的。而且墙的两侧还有很多这种分箱。我们不知道这个狗的叫声能不能把这个主人给引出来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跟这个主人聊一下天。我们想知道当初这个房子的主人一家人住在这里是什么样的感受，当初为什么要把房子修到这个地方。因为整个周边呢，我们看不到有第二户人家了。刚刚我们一路开车过来几公里的路程，就只发现了这一栋泥土房。我们现在下去看一看吧。看看这里老人家都还有脸盆，有椅子，这样看来应该是一位老人家住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有分箱。它这里的水应该是从山上面积起来的山泉水吧？应该。这里是山泉水，好清澈的山泉水。这里还有电机，所以这个地方生活啊，还是比较不错的。哇，狗一直在叫个不停。看看这个泥土房，我们再来看看这里。这个汪汪队啊，汪汪队，好吵啊！这里的狗，5只狗，1只大狗，4只小狗。好了，我们就不打扰这户主人吧，因为看上去这个主人也不在家。我们也不做更多的停留了，我们准备去山顶上去看看那个古村落。好，我们，哎呀，刚刚被这个狗吵得不行。看看这个路面啊，应该是后期这些挖掘机把这个路面扩成了接近有5米宽的一条路了，而且下面全部是铺的这种石子路。那么这户人家现在出行啊，可以跟以前对比叫做天壤之别。以前应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道。也可能是的，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房子的主人呢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以前这个山里面的情况啊，也不知道这个房子的主人他以前是怎么样生活呀。目前看来运气不是特别好啊。看，我们现在就沿着这个新开挖的这条泥巴路，一直走到山顶那个古村落。这条路面应该新挖不超过1年，看这上面的电线杆都是新架设的，所以这个古村落还是有人住的。而且这条泥巴路呢，我预计啊，再等个2年左右会打成水泥路面了。现在在湖南这一边啊，不管山有多高，政府啊都会想方设法把这个路啊挖得很宽，然后呢架设水泥路面，一直吞到家里面去。以前这个峡谷应该是有人居住的，只不过呢，现在看起来啊，应该是搬出去了。刚刚看到啊，是有条路可以走到这个峡谷深处的。我们待会儿用无人机看看这个峡谷还有没有人住。现在我们已经离这个山顶不远了，大概还有
直线距离300米，如果走盘山公路的话，大概还有1000米左右就能够到达山顶的古村落了。你看地面全部都是连绵起伏的山脉，错落有致的，在山顶上还是有那么几户人家。好，现在我们继续出发。现在我们已经在山顶上了，让我们进去拜访一下这里的村民吧。大家看，这里的电线都是一直往那山顶上延伸的。今天的天气非常好，天公作美，要不然我们到这山顶上根本没办法上来。整个盘山公路差不多有5公里这样的一个路程。这条路啊，看起来啊，走的车还挺多的，因为你看看整个车轮印还是比较明显，应该是跟山脚下挖的公路有关系。因为在这个地方挖公路啊，可能一些工人呢，他们要到这个山里面呢，要吃饭、要喝水什么的，可能要搭这边要做伙食吧，就相当于一个临时工地一样的形式。但是走到这里面呢，已经没有路了，前面就是全部是一条泥马路。房子了。走到这个位置，我们又听到了小狗的叫声。现在可以看到炊烟袅袅，已经有人在这里面生火做饭了。这是看起来有人在家。现在我们看到伯伯你好。你好。你一个人在家呀？你这里就只有你这一户人家住哦，感觉。2户人家。以前这里一直就只有2户人家住吗？这个公路什么时间修好的？2、3年。那你们以前这个路没修好的话，怎么出去啊？我看你好像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呀。以前呢，我的一路没修啊，修个10年了，怎么再去这个？你这房子修了多久啊？这新房子？今年2020年修的。2020年修的。那你这些建筑材料搞上来还是比较辛苦嘞。奶奶贵姓啊？你贵姓啊？我来。酒啊？酒是长长久久的酒吗？酒啊？是哪个酒啊？囧啊？囧是吧？咋了？这里也是奶奶的。你的年龄应该不大吧？65、6岁。谢谢。谢谢伯伯。老人家，你好啊。奶奶您好。好，行，谢谢。打扰你们了，我们刚刚从山底下一直上来，就打扰你们了。我们刚刚从那个门口，我看到这有电线杆，我就想里面应该有人住。你的耳朵不是很好是吧？80岁了呗。你80岁了。加长了。高寿了。都哪一天了？都哪一天？我们就是出来到山里面来玩呢，就是沿着这个公路一直往上面开，开到这个位置呢，我们就跟着这个电线杆走的，电线杆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了，走到这里就没有电线杆了，就从这里拐弯就到这里来了。我们车子停到那个口子边的。我认识那是走的好多条位。是的是。也修的路，我是冇走过咩？上面的路也是。这个丢完那些子都的好远。后面也修了一条路。有。可以通到哪里呢？都啥的很小这边啥的，都好多条，因为我的老公我是不。你不知道。我搞不清楚。就是。伯伯他知道了。我是搞不清楚。你们这里一直都是有2户人家住吗？不是。以前这里住了很多人。
以前是有啊，不我移民走过的，哇，全部移民走了。买到我走过的，都是我的是还部分就是82年移民走过个。82年就移民了。这么好的地方，为什么要？他的还当公司那3年几，哦，他才搬过来3年，才移民从山下面搬上。哦，上面有栋房子废掉的，就是他的。因为我刚刚用无人机飞了一下，我看到下面有个房子，因为下面好像也有一条路，也有一条路。我那边的有这个的，有的打牙，各个无人结婚的。嗯，是的，就是我刚刚飞的，我用无人机飞一下，我看看，因为刚刚走过来的时候，那里不是一条斜坡可以下去嘛，我看到好像有一栋房子，我以为有人住，所以我先用无人机看一下，然后再一个呢，我又飞到这个位置，看到只有这2栋房子了。82年就移民了，现在就你一个人在这里坚守。哎，那你小孩子呢？小孩子外进去了。啊，去外面了。他们就是逢年过节回来一下了。啊，催他们的做事哎，联络来。啊，经常来。他就是在下面做事了。啊，那你这条路如果要是不挖通的话，那真的上下山，可以这么讲，真的不敢想象，没谁会上来啊。那你以前比如说这条路没修通，那时候这里那么多人家的时候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水没看到有水呀。水呀。啊，水呀，喝的水。水有呗。你这是？以前是给他还的一个井。啊，一口井，自己打的井。但是山泉水有吗？这种就是从山里面流下来的水有吗？没有。啊，这里完全要靠井了。以后呢，山里流到那个现在就是我打过。啊，全部就是自己打口井才有水喝。以前这里那就只电呢，估计那时候电也没通到这里面来。没有，我的17年还是17年还是哪个年弄通的呗？10几年弄通的。啊，你这里通电都是2010几年才通的电呐，那就是通电，那就只通了差不多5年时间左右了。10几年通了10多年啊，然后田我没看到什么田。田呢也荒了。也荒掉了。你不？有你们排是那一排田呗。啊，我知道那个峡谷里面嘛，那个山谷里面就是有点田嘛。但是你这里住的人多的时候，那时候每家每户一个人有1分田吗？我的好多田。有好多田，但是就是一直要走到山底下去。山上好像就只能是种点土了。就是像这种沿着这个山体挖点土出来。头啊，这是我的瓜豆一下荒了，我的后背都是一泡泡的瓜头。啊，你后面也是自己开了荒，有土。有土呗，我的先呢都做土呗。啊，这样子。住到这个位置就是安静的好，没人打扰。像我们这样子过来玩的人多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我们是第一波啊。以前有，0几年纪搞到几年级来3个。啊，就是2000几年，这个路没修通的时候，反而有人来玩。然后呢，我的06年就路还是修了过的他自己，怎么是个修过，这个在。啊，就是06年的时候修了一条小小的路，还是可以进来。但是以前的话，可能就只能是走路了。以前是这个路径。啊，以前就大概就是50公分宽的样子，还不到1米宽。那个时候就完全就靠步行上下山了。那时候你要是山底下种点稻谷怎么办？那怎么挑上来呀？那么高的山。完全挑过呗。完全靠人工挑了。那真的是很累了。这前面是你开垦的菜园子了。你几个小孩嘞？2个。啊，这2个小孩子，那你还是蛮幸福的嘞。公是幸福，有谁幸福？自己不做就不行呗。幸福。我有我个是。有儿孙肯定幸福啊，因为你儿孙还是会孝顺你嘛，对吧？这还是好还是好弟姐。啊，对呀，当然肯定要更好嘛。2个亲仔。啊。仔有2个仔。啊，2个儿子。但是他们房子都修到外面去了。一个是斗龙，一个是同样是对着了4分人民个。啊。他的起屋又起到人民去了。啊，就起到外面去了。
后山个都不辛苦那个的。啊，没有人愿意住在这山里面了，不方便。哎，你这里面就通了电，有网吧？有通了网络吗？没有。没有网，那就只是电了。要不通电的话，那是真的很麻烦。你喝水都要靠打井，这个井打了深不深呐3米多井。3米多就有水了。哎，那还好哎，我还以为会打个5米、10米深以上。我的就是歪几歪个。啊，就是普通挖机稍微挖一下就有水了。那就是歪几歪的，我的等和记得奖品子。啊，那也可能是不是就是估计是这个山里面的流下来的水，流下来就变成了一口井了，这样的形式。你这里当初修房子，这个水泥啊、砖呐、沙呀，那你怎么搞上来了？他知道，我也是还是我挖到自个的一部吉他子，一部吉他子都抬他子是不行。啊，用那个什么独轮车啊？不，那个这是小四轮架的这个是。啊，那小四轮车了，很小很小那种小四轮车了，慢慢搞上来了，可能到你这里面就估计要人工挑了。你这条刚刚进来的这条路是不是也是后面挖的？没有啥子，以前挖的。啊，以前就挖的。啊，这个地方夏天热不热了？这里不热。夏天这里不热，因为冬天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好冷的。也不热，我的可是你能讲做施肥了也就有要去分水，到了整个屋压不到是根本不用分水。啊，到了后半夜就不用分散了。我的进了屋冒出外头做事就根本进了屋就不用分水。哇，这么凉快啊！我以为这夏天这里会很热嘞。我的这是个呢，现在都感觉有点冷。我这一年不背耶。啊，一年四季都要盖被子。到了下半夜还是一塌就嫌我子。啊，对，我知道，一年四季都要盖点被子，搭心口什么的。我以为这个夏天会很热，冬天会不会也要冷呢？冬天也冷。冬天就冷是吧？因为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，感觉风凉飕飕的吹在身上。现在感觉都快起鸡皮疙瘩。那你坐在太阳底下去，你坐在对面太阳底下去。哇，你这个房子当初修这个房子就15万修的好吗？我的搞的麻烦，这是11万钱。啊，12万左右就修好了。我的空费很够修过。啊。他费俺就是都是他的地他不的很多。啊，你这个是以前你的老屋厂。嗯。老屋厂，这就是几代人都住在这里了。现在哪怕是你挖了路，都还是泥巴路啊。假如说你的儿子们开车回来，要是下雨天，他们也没办法上来呀。现在还是那个。啊，你太阳可以出太阳可以。估计你这条路后面应该还是会给你们打水泥路面。暂时是怕不修打开的工。暂时可能不会。他是不是这条路挖通以后啊，这个山顶上是不是准备他会搞风力发电站呢？风力发电站是两边搞过的。啊，那边会搞。李上那边搞了。可能你的儿媳妇她是这样的，看好你这公公婆婆好，然后你的儿子好。在外头打工。啊，第一个你的儿子有能力，第二个呢，到了你这个家呢，你的公公婆婆好。哪里有能力？哎，没有一样的，都是去外面做事情嘛，赚钱嘛，对吧？现在没有哪个人不是去在外面自己做事情啊。这个要的听到广播的路过体回来的呗。可能你的儿媳妇到你这个家里面，你这个公公婆婆对她很好，哎，觉得哎这家人还不错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哎呀，这个苦个几年呗。啊，你的儿媳妇到这里也苦了好几年啊。呀，那边有7、8年了。啊，苦了7、8年，但是她都愿意在这里苦7、8年，那对你的儿子那是真爱呀，非常喜欢你的儿子啊。一般来说，很少有人愿意嫁到这个山里面来。又没有田，又没有地，然后水的也不方便，出行也不方便，又没有路。你这个面积差不多有1、2亩地嘞，1、2亩地。啊，你后面那个后山的话，也是你们家的嘛？前面这些山是你们家的吗？对面这些山都是你们家的，都是属于私人的山。啊，那你这块上面那些茶籽树是野生的还是你们自己栽种的？野生的。啊，野生的。
那一年四季你这个茶油也能够摘个100来斤。那些青菜的青菜会也是给你的儿子儿媳妇们吗？他们会经常过来了吗？他们不来，就是自己挣点吃。养了猪吗？鸡鸭鹅呢？养的鸡。只养了鸡。养了羊。羊怎么没看到？关到这锅里。啊，就关在这里面的。养了多少只羊呢？20个鸡。啊，养了20只羊。有养牛没有？牛没。啊，那就是养鸡养羊了。现在羊的价格好吗？不好，29块钱。才20多块钱斤啊？28、9块钱。你就是买整只羊了？整只羊28、9块钱一斤。大概一只羊有多重呢？抬个抬细个细。啊，大的有30、40斤吗？抬个有40多斤。小的羊大概就是30斤不到了。不到30斤不卖。啊，不到30斤不卖。基本上也卖不出好价钱来，几百块钱买的可惜的。啊，买的可惜了。正常羊的话要养多久？要养1年吗？还是半年？有年吧。要养1年多才能出栏，才能卖出去了。你们这个羊是自己拖到外面去卖呢，还是别人上门来收了？上门来卖。啊，上门专门有人来收的。收没的，都是我是一大斤买。啊，都是自己，你们是自己把羊拖到山下去卖？他都是自己请的来买。啊，别人也就相当于我们这样的人，跑到山上来找你买羊。你的菜园子我看看种了一些什么菜？种了一些萝卜、白菜、葱。哇，你这个菜种的挺不错哎。绿油油的。看看这个奶奶种的菜还不错吧？是吧？绿油油的。在冬天在冬天一些冬天专种的那种菜，现在冬天都好热。它都能种这么好。它这里还有辣椒，所以它这个菜园子这菜种的还挺不错的。看，这里也是一大片菜园。你这个是什么菜？这不是红萝卜吧？这个啊，这个应该是红萝卜，有可能是。婶婶呢，现在就是独自一个人了，生活在这个大山里面。当然，她有2个儿子，生活在这个位置啊，还算是不错的，自给自足没有问题，过得生活还是比较惬意的，因为儿孙比较孝顺嘛。然后后面呢，就是背靠大山，满山的竹子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。它这里都还有蜂箱。啊，你这里还养了蜜蜂？没有。没。走丢了。啊，走掉了，没有养了。那以前应该是有了。你下面赶集的话怎么去啊？赶集的话，我还得一般就是骑摩托去，我附近是没去过。啊，就是你下山的时候你自己骑摩托车？我骑不了，现在前个年就我的老板骑的。你骑不了自行车，就是你以前的老伴可以骑。那你现在，那你老伴现在过世了，那你怎么下山去购物呢？都是你的儿子、儿媳给你送过来。他的一买东西就一下子送过来。啊，他们一买就是一车给你送过来，你就基本上不用下山了。所以说你的儿子儿媳妇孙子孝顺嘛，多好啊！没有办法呗。多孝顺，非常好。所以站在太阳底下还是暖和，到冬天坐在这阴凉的地方好冷的。所以夏天这里也是很凉快了。那你平常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吗？就一直待在这个大山里面啊？没得事无了，附近牌都没得打的，没得人打。啊，是啊，没有牌打，没有人给你打牌，因为我们刚刚走上来的时候都看不到有人呐。一路上来，去了我们山脚下那里看到有一户人家，然后这里就只有你这第2户人家了。那你的羊吃草啊，干嘛是怎么样？你是直接把它放开，就让它自己去吃，它不管它了吗？然后它自己回来。哎，那还不错。那不就是这山树林那个？所以你这地方因为没有水的话，所以养鸭子、养鹅不现实，就只能养点羊、养点鸡了。羊的叫声。
这羊的话一般都是什么大清早放出去，还是下午放出去？下午放出去。这些木材是自己从山里面扛出来的，还是？那你要注意安全哦。好一个都不的。啊，因为你就一个人啊，都没有一个作伴的啊。这个山里面有没有那种毒蛇呀？还有或者说有没有野猪啊？也有。有野猪啊？都啥个行程没得，别的你没得的。啊，以前有蛇，现在没有什么蛇了，但是有野猪啊。是指现在有还是以前有了？现在也有。现在就还有啊？那会不会到你这里来搞你的庄稼呢？我还是不的。啊，这里还是不会来。还有人还是不来耶？啊，有人还是不来。我以为现在都还有野猪来跑到这个菜园子里来吃东西呢。就是特别27年我都在这个楼市里看见路大。哪一年？2017年。我就是这个27年。哦，就是这一个月啊。你都看到野猪了。都有6只野猪啊。就在你这里啊。在下面对，就是这个下的这个路就是你。啊，就在这个路口这里。都看到6只野猪啊。我的天！我只带了2大嘴鸡。啊。嘴鸡也有个门鸡的。啊，野猪也有这么大。那这个野猪的话，它会不会搞人呢？它会不会咬人呢？不打话，我不咬人。啊，它就自己走开了。它看见你就跑。啊，它看见就跑掉了。哇，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能够看到野猪的。因为我带小孩子去，虽然有些人告诉我他们周围有野猪，但是他们都没怎么见过了。你一家人养了3条狗啊，就是看家了。我刚刚听旁边婶婶说你有79岁了。你79岁了。我说你有79岁了，80岁了。那你身体还蛮硬朗的嘞。不好。身体还不错，80岁了。这些树啊什么都是你自己搞的。去山上吗？去山上弄的吗？那你的身体很好啦。身体不好。特别好。啊。啊，好，谢谢。谢谢奶奶。嗨呦！哎呀，好，香水的头。这些木材全部是你们自己两老用斧头自己搞的。自己搞的。那你们那么勤劳了，80岁了还要自己动手。自己弄的。我没有烟给你抽，抱歉啊，爷爷。我不抽烟。不好走啊。啊，往上面不好走了。走的，你以为走上很顺捷，还有。哎，奶奶，谢谢。谢谢奶奶。有些都离点城里去了。啊，从后面山上。就是说，从这个后面山上这个新挖的这条公路。一直可以到城里面去了。到城里面去了。啊。这个原来个田就是那个地下，我的田我都做不的，我的事。啊，下面没有水。没有水的话，田。吃点老姜不了。哎，谢谢。要不要老姜？我吃一丁点，我吃一片片。啊，我吃丁点，谢谢。这个是你们的特色了。吃一点点试试看。加点几个。谢谢奶奶。加点盐。你们的身体还挺硬朗的。不好，身体不好过也是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你以前养蜜蜂吗？过来的没的。啊，现在没养了。没的。现在这个地方的蜜蜂不多吗？这一路蜜蜂今年这就是不蛮多了。啊，今年这里没什么蜜蜂了。没好多了，这个的蜂，这个黄蜂，这个土毒蜂，那它这个了。啊，这里有土蜂，土蜂就把这个蜜蜂全部给赶跑了。以前要是没有土分子的话，那么这边的蜜蜂就会很多了。那土蜂子会酿蜜吗？不会啊，它只会吃蜜啊。它会欺负蜜蜂啊，把蜜蜂赶跑啊。刚刚这位爷爷说了，跟你说了呀。哇，这个地方冷哦，你们要穿好衣服，这天气不要感冒了。你们出门不方便啊，因为下面到山脚下那么远，去买东西也不方便啊。买东西不方便，你
有到台北去不的。啊，会有陌生人开车来这里来卖东西给你们不？比如说他们开了车上还有水果呀，有零食啊，会有人经过来不？没有肉的，啊，没有人送上门的，没有，完全要你们自己下去哎，下去买东西有点下去。那很困难。啊。下面是不是还有人家住啊？我2个人家是没得人家，没得后院没得人家，好远都没人家了，后院没得人家。现在就只有你们配我是个连锁，配连锁。 10几公里，有10几公里路， 10多公里路有10多公里路，真有人家。啊，才有人家住。哎，那这里就是我刚刚跟他们旁边婶婶说了，这里就只有你们3个人了，啊，3个人在这里作伴了，体味不熟啊，啊，对的。不熟。我是比较熟。那你们养老的话是什么时间会下一趟山呢？我的不一般不得下去。啊，一般不下去都有你们的儿子给你们买东西送到家里来。我的有嘴呀，这些。啊还得来拖着进来。啊，我是说嘛，就是你的儿子们嘛，给你们买吃的、买穿的、买用的，他们给你们送上来嘛。啊，你们自己现在不下山了。不晓得。啊，那儿子奶奶，你的头发怎么还那么多黑头发嘞？80岁了，这么多黑发，一下拔发了嘞，你这是头发是染过了吗？有个的，有个。银的哈。啊，染了一下是吧？哎，银的这哎。啊，是的，我就说嘛，我说你快80岁的那头发还这么黑，过不得，但是整体还好了，你整体做点家务事啊，做点食还是没问题嘛。我都是会搞不起。啊，那可以啦，身体就已经很不错了，慢点，怎么说？哎，身体还有那么硬呢，很不错了。不错。你穿这件衣服不冷吗？不冷了，不冷了。我们过段时间再来，不打扰你们了，我们过段时间再来。谢谢你们很热情，非常热情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好了，婶婶，那就谢谢你了，这么盛情的款待。这边哈。啊，好，你慢慢忙。好，身体健康。啊，爷爷奶奶拜拜。刚刚拜访完3位爷爷奶奶，他们真的是非常的热情，给我们端茶倒水，还热情的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家里来做客。我在这里祝他们身体健康，长命百岁。好啦，今天的山顶古村落探险之旅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